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这不是我等可以探求的了。现在，你可知为何我说百川贯河还不够了吧？千丈云海奔流而下，光听声音，便如千万匹骏马踏碎荒原。假使这是一片无垠海面，一望无际，哪怕是用最快的船，日行千里，行上1年、10年，也无法看遍整个云域。世间万物波澜多彩。 有太多未见过的景，未见过的物，所以说，只看百川归流入海，还不够。是极是极。秋水时至，河伯自傲，但是在这大海面前，却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更别提这无垠云海。可在这极景之下，也不过尔尔。内力没了，便重新再练。 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你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只要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如先见秋水入河，便创出秋水诀这样高深的内功。如今你见这极地绝景，是否也该创出更加高明的功法呢？你是说？ 光看着奇景，便能创出一套内功。可你看的不只是奇景，还有天道。未来的日子，你就在这石碑后，好好想想你的内功。前辈，你可是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万物皆有道。 你能临着天道锤炼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好好珍惜吧。这只是一个局，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。 背后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棋局，棋子，你一定不是甘愿的。就算身在局中，我也要破了这局。 缠你一日，你就一日不得寸进，不得解脱。我说了，我不放。这么久了，你每天都在想着那一日，可那日之事已然发生，一切已成定局，你不放又有何用呢？是谁说一切已成定局？只要没走到我百里东军要走的路，一切便还没有结束。 可我的路已经走完了，走到这里，我心甘情愿。不要再困在这里了，没用的，放弃吧。不，若放不放弃都没有差别。
你为何会让我放弃？云哥，你回来！永别了。云哥，你给我回来！不错，魔衣前辈，如何了？这一年里，我丹田内空空如也，但是今日，内力如海水般涌出，充盈了起来。你已观想了1年，有此境界。 不奇怪，可是想通了。我要回去，把他带回来。若是他不肯跟你回来呢？那就和他讲道理，讲过他了，然后带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志向。魔衣前辈，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骂我？不过，先不着急，比起去找他，我现在更想先洗个澡。 快哉快哉！前辈说秋水入海不够，我觉得这片云海也不够。那什么才够？天，只有这片天才够。我的内功，名垂天。来，谁让你把胡子养这么长的？瑶儿，你说我在这石碑后面，似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。我这一去都1年多了，却感觉只去了几天，唯独这脸上的胡子没有骗人。不过，倒是也算有收获。我练就了属于我的内功，名垂天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是，就是这胡子要是更干净一点，那就更不错了。哦。别动，不然一会儿真刮到脸了。
嗯。哼，百里东君这小子，刚刚竟然入了一瞬的神游玄境，倒是有趣。可惜只有一瞬。莫夷前辈，我们也该走了。等我把叶鼎之从天外天带回来，便叫你来雪月城尝尝我酿的酒。我们到时候再见。希望还是不要再见了。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前辈可真是绝情啊！若你再次见到我，一定会后悔今日所说的话。原本以为你被叶鼎之吸走了内力，我还有些担心，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功力，还变得更强了。但让我感到最开心的是，你又恢复了往日的义气。师兄呢？这2年可好？好，也不好。怎么说？说来话长，进去说吧。外面那位，就是百里东君。那我一会儿可要好好瞧瞧他。姐姐，我拿着你的信物去了秀水山庄，也做了师傅的嫡子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可不能再叫我姐姐了，论辈分，得叫我师妹。落霞姐姐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打趣你多开心啊！哟，百里公子久仰大名啊！哦，没想到我不在江湖1、2载，名号竟还如此响亮，惭愧惭愧。可非此名啊，而是姐姐。师傅，坐吧。师兄方才所言何意？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是你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名字。是叶鼎之。没错，半年前，北离西北面突然冒出一股势力，将边缘上的各大宗门都整合了起来。他们行事乖张狠戾，被人们称作魔教。他们不断骚扰我北离的边境，于是北离便派出一些高手前去抵挡。他们都不是对手，因为不知他们的底细，所以不敢贸然行动。直到上个月，江湖上3名德高望重的宿老潜入魔教，他们准备一举拿下魔教教主的人头，想让他们群龙无首。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，但却没想到，他们没有死，而是活着回来。北离江湖还没来得及欢悦，便发现这3位长老虽然仍吊着一条命，但全身功力竟都被废了。他们说重伤他们的人，正是魔教教主，他叫叶鼎之。行了，走吧。这都是今早刚打上来的。站住！
可以啊，来挑一个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狼牙，冒犯了，走。师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记得上次离岛前，可不是这般景象。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，自然是要比以往严些。二师兄，小师兄，人呢？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哎，好你个刘月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董娟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如今，我说我们会再见，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呀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，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南绝边境，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真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。南绝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哼，这，哎，你也叫一声啊。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启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啊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告辞。驾。
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男爵的战场上的。下。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男爵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，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啊！我们南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！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恳请总督大人，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男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男爵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男爵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
八公子之柳月清歌墨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，七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可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自然是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啊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。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原来是卓墨公子，
久仰。你久仰什么久仰？你是金口阎罗，我是琢磨多言。你不爱说话，而我一张嘴就能把人给说死，咱俩就不是一路人，就甭跟我客套，还久仰。反正你们人再多也打不过我一个，不如我们就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折柳相送，就此别过。这位就是你说的北离八公子之一？对，琢磨多言。确实是个话痨。二位，我听得到。有幸。哎，你又来了不是？你嘴上说着有幸，但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。你到底能不能真诚一点？我知道，你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一出门就遇上了雷门第一少年英才，北离八公子之中最难对付的琢磨公子，也就是我。你怕不是今天出门忘了茶黄历，去年上坟忘了告乃翁吧？这个世界上啊，世事难料，而你遇上了我，就是你的不幸。闭嘴！雷门精神指果然厉害。精神指，一指三唱。刚才这一唱叫不离，第二唱叫不归。二公子，有个人也来了。雷，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！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，不希望他们来呢。二公子，我们当真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，就看有多少必死之心了。我还有第三场，唱精神。哎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？你们江湖人都是这样一边打架一边给自己解说的吗？雷梦莎，你确实很厉害，只不过你一个人，抵得过我们联手吗？谁说是他一个？我是清歌公子洛轩。清歌公子洛轩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只许你能来，我来不得。清歌公子，八公子中的雅公子，据说每次出现在人前，不是有雅乐相伴，就是有花瓣落雨。我一直认为那是夸张的说辞，没想到今日一看，这世上还竟然真的有这么做作的人啊！
着干嘛？走！想追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西若寺，就在前边。叫什么？白东君。司空长风。怎么，现在探子取名字都这般讲究了吗？说吧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啊？你们不是老七派来柴桑城里的探子吗？当然是你们这段期间得到的消息啊。柳月和小黑另有任务，你先潜入柴桑城，等到了那里，自有我安排之人与你相见。那个雷大哥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所以说，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，想要闯出点名堂来。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，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。哎，准确的说，我是酿酒师。而你，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，江湖浪人一个，恰好来到了柴桑城，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，你就打打杂、吹吹水，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。你这样说，倒也没错，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？苍天呐，我是不是脑子抽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，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跑去救你们？我要疯！那个雷大哥，先别慌，也别难过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们二位可以帮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怎么帮？有人。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太久没打架，骨头都生锈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跟师兄说话的，老六？那你说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是我来了。昌河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了，所以来看。昌河。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。我见你干嘛要我过来看戏的？看戏？没错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。谢强，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剑门怎么了？
他不是马上就要成新郎官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？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：柴桑城金钱坊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晏家。半个月前，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。自此，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：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，另一个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老三顾剑门。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。他皇娘爷为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？别问，问了就是做作。顾洛离生死不到3日，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给他定了一门亲事，而这个亲家就是晏家千金晏琉璃，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。他的兄长便是晏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晏别天。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，而是晏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，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顾家不就成了晏家的囊中之物？这样做对顾五爷有什么好处啊？没想到啊！你这么个少年郎，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。对，顾五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，但他没有权，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。此事一成，若他成为家主，失去一个西南道第1的位置，又何妨呢？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，也就是说，顾府附近，不，整个顾府都已经被晏家控制了。是几乎都被晏家给控制了，直到这位小白兄弟出现在了龙首街。所以啊，对晏家而言，你很蹊跷。不蹊跷，一时兴起，一时兴起。我还有个事儿。你说。那边有个女鬼。人被救走了。是，属下无能。不怪你无能，北离八公子一次来了2，你们自然不是对手。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？明知道他是谁，你还调侃他啊？谁呀？晏小姐，金戈公子、卓墨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啊，也不算是初次，护送你一路上，咱们见过很多次。你就是白日里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。你就是酒肆的小老板。还没死呢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啊。老七与我说，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，我也是没想到。请坐。不知晏姑娘是何意啊？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，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？好问题。因为我爱他。你爱谁？我的天哪，多新鲜呐！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，所以你们晏家把顾洛离给杀了，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。是你疯了，还是整个晏家都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爱的，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。
顾洛离吧？看来是我猜对了。是的，我爱的是顾洛离，但没人知道，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，从而控制整个顾家。他杀了我爱的人，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。所以，你是故意入的局，为的是破局。是的。婚礼那日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。我要嫁的，只会是顾洛离。恕我直言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爱他呀。燕小姐，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抢亲。抢亲？不久之后，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，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要记住，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，而是我。恕我直言，有点变态。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，能有多正常？对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，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什么？你要去抢亲？嗯。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篱八公子，你们不宜亲自出面。至于其他的人选，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。更何况，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我试试。掌柜的，为什么？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，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都已经想好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。可无论我想与不想，我都已经卷入了呀。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。名扬天下。什么？我想名扬天下。古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
情友之间，当以情因治好。先生以为如何？是仙子。哎。 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，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。先生认得我？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。原来是家母故人，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。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，可我已不问世事。 你还是请回吧。仙子姐姐在看我。托儿，该醒醒了。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汪阴谋中了。傻孩子，真给为师丢人。 仙子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如你先回答我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君。东君。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不信蓬莱千万里，春风还未过人间。 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！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仙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不如我来找你吧。等哪日你名扬天下，世上谁都知道你在何处之时，我便来找你。 果真是个少年啊！确定不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我是在夸赞你。他这是在阴阳怪气的说我，他脑子有病。讲真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抢了这次亲就能够名扬天下呢？因为这不是门普通的亲啊，正如燕姑娘昨日所说。 这门亲事乃西南道的登基大典，既然我已经得罪了燕家，靠着酿酒混入婚宴扬名的办法已然是行不通了，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堂堂正正的抢了他这门婚事，到时候宾客满座，看我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，无一不为我英勇的身姿所折服。掌柜的，过了。哦。 原来你小子是为了女人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不是你就没想过吗？如果你为的这个女人知道你去抢了别人的亲，她不生气？怕什么？有你们北离八公子作证，你们不是都去吗？我这可是为了生死义气。去吧。不去吗？应该去吧。 我们家新出了几个菜，尝尝。小姐，是我。静。小姐，什么消息？燕家那边同意我们的要求，为表合作诚意，会将那样东西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。有了那样东西，一旦我们将燕家扶上尊位，西南道 便尽在我们掌控。
西南道燕家之人，得罪我们，可有想过下场？巧了，我们找的就是燕家的人。告诉他们，留下东西，饶他们不死。听到了吗？我家公子说了，西南道燕家算个屁呀！留下马车里的东西，饶你们不死。前半句，我可没说。我知道公子你肯定想这么说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家公子倒是何人？我家公子可是……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上去揍他们！公子，你让我说完，听到没有？我家公子说不和你们废话，让我揍你们！欺人太甚！借光！公子点灯美人陪，杀人放火系腰带。你是八大公子中的柳月，传说你容貌绝代，亦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，故而出行必在轿中，能不露面就不露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子，怎么办？被人看出来。早说了，做人不要这么讲究，这件事也太明显了。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，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很有名。也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被公子榜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。是我，不是我们。那老子就来会会你八大公子。不堪一击呀！还不出来帮忙吗？很美的一把剑，是吗？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。人非剑气，如何混为一谈？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公子，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
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着黑；世人尚美宠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莫尘公子，莫小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？当然危险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。那自然就是了，总要有一些准备，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哎，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，真没法和你那仙子姐姐相比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？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，哼，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。啊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正常。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，就像我师傅一样，一点也不自在。你师傅？对啊，我师傅，就是将这个银月枪传给我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浑身长满烂疮，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。那可是追须枪林酒，却落到这般境地。后来我救了他，他教了我5日枪法。然后呢？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。临死前，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。他跟我说，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。那个女子呢，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。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，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。于是，他下了狠心，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。只是这一入江湖，便是整整的30年。30年？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？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，那女子便嫁人了。他甚至都不会记得，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，每日早早起来练枪，只为了看他一眼梳头的样子。你师傅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。了不起吗？或许吧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江湖。所谓的情啊、爱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人生苦短，何必给自己找累手呢？司空长风啊，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，一杆长枪，一壶烈酒，浪迹江湖。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？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？那只能叫浮水，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。对啊，既然有人，那便会有7情6欲，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。也正因为有情、有义、有英雄、有美人，江湖才会如此动人。就当我说不过你。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，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。但练了枪之后，有了武术功底，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，没有几日好活了。白同学，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，我要自己去。名扬天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名扬天下呢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看上去就能名扬天下的脸，或者说是我天生骨骼清奇，是个100年难得一遇的绝世英才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
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？司空传风。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死的，你也不会死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医术很高明，等我们抢完先，我带你去看病。谁要担心你啊？还有，以后少说大话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，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，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得抓紧时间了呀，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也要嫁人了。虞姬，季轩，怎么样了？东西丢了，也不知那柳月从哪里来的。他一个人来就罢了，还有，那传闻中跟他不对付的莫小黑也来了。那你，我撤得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只是那东西，他们带着他走不远的。我们赶紧回柴桑城，提早做准备。好。也不知他要这个东西，想玩出什么花样来。看出什么了？不错，不错。什么不错？你来了，很不错。我来之前，老七可没告诉我，要救的人是你。这就叫做冥冥之中天注定。走吧，方才那个人不是西南道的，看来燕家的背后还有另一股势力。天下第一的美公子与丑公子，还真是有趣的联手。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二公子，明日我可以穿白衣吗？恐怕不允。婚礼之上，应当穿红衣。只有参加葬礼，才穿白衣的。可谁又知道，明天是婚礼，还是葬礼呢？